各位同學，上回我哋提到女真族喺東北亞嗰度崛起，向宗主國遼國宣戰。北宋呢亦都趁呢個機會聯同金人去攻打遼國，遼國就喺兩個國家嘅夾攻之下滅亡。而呢場戰爭亦都令到北宋嘅軟弱暴露咗喺金人嘅面前，金人亦都見到北宋嘅富庶，就有咗侵略嘅野心。於是乎就喺1127年出兵南下，攻陷咗北宋嘅首都汴京，將宋徽宗同宋欽宗以及女眷、宗室、大臣等等幾千人俘虜北上，史稱靖康之禍。北宋自此滅亡。不過趙宋皇室並冇全部咁樣被趕盡殺絕，與此同時，宋徽宗嘅第9個仔，同時又係宋欽宗嘅細佬趙構，仍然仲喺河北一帶領兵駐守。趙構幸免於難，代表住宋朝嘅一絲希望。接下來就請大家翻開教科書嘅第126頁同埋127頁，我哋就睇下趙宋王朝點樣度過呢場危機，穩定半壁嘅江山，偏安於南方。金人攻陷咗汴京之後，因為佢哋嘅文化相對落後，再加上啱啱消滅咗遼國，要統治同埋穩定啱啱佔領嘅區域需要時間，於是佢哋就暫時撤軍，但同時又留咗一步棋喺度，就係用以華制華嘅策略，立宋朝嘅一位臣子張邦昌為傀儡皇帝。咁咩為之傀儡呢？傀儡就即係扯線公仔，扯線公仔嘅所有動作都係由人所去操控。意思即係張邦昌呢個皇帝係冇任何自由，完全受到金人嘅操控。嗰陣金人威脅張邦昌，如果佢唔聽金人嘅話，登基稱帝就殺晒所有嘅大臣，並且血洗汴京城。咁喺呢個威脅之下，張邦昌冇得揀，而且貪生怕死嘅佢，亦都冇能力向金人出蠱惑，於是就唯有應承金人稱帝，焗住要做金人嘅走狗。當金人撤兵之後，仍然留守喺汴京嘅宋朝臣子就紛紛要求張邦昌退位。咁趙宋王朝只係首都被攻陷，但係仍然仲有號令天下嘅能力。而且張邦昌都驚自己因為俾金人立為皇帝，會俾趙宋朝廷以謀反之名定罪，然後處死。於是佢就揾咗以前宋哲宗嘅皇后孟氏，去借佢嘅名義將帝位交翻俾趙構。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咦，趙宋皇室嘅女眷唔係已經俾金人俘虜晒噶啦咩？點解仲有個太后嘅？而且佢嘅丈夫仲要係唔知死咗幾耐嘅宋哲宗喎。咁孟太后嘅故事講起嚟都令人覺得非常之曲折離奇。有句說話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喺宋哲宗嗰陣，當時仲係皇后嘅孟氏，因為宮廷鬥爭而俾另一位妃子去陷害，結果就俾宋哲宗廢咗，就被打入 A 冷宮。咁後嚟 A 冷宮就發生咗火燭，搞到孟氏被逼搬去 B 冷宮。後嚟 B 冷宮又發生火燭，佢就唯有搬去皇宮外邊揾咗間屋仔住咗落嚟。後來靖康之禍，金兵攻陷咗汴京，將皇宮入面嘅趙宋宗室、女眷冚唪唥都擄走，唯獨就走漏咗呢個前朝皇后。就係咁，因禍得福，孟太后一嚟免去咗舟車勞頓，唔使被金人押解上北方；二嚟又唔使受到金兵嘅侮辱；三嚟又可以保住條命。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而家遇到一啲無妄之災，件事明明唔係你嘅錯，但係佢係無端白事俾人屈，咁你唔需要太過悲觀，話唔定呢啲事情正正就係你將來遇到幸運事情嘅原因都未定。言歸正傳，咁張邦昌借孟太后嘅名義將帝位退還翻俾趙構之後，趙構就喺距離汴京冇幾遠嘅應天登上帝位，是為宋高宗。佢即位之後，就同孟太后帶領殘餘嘅趙宋宗室向南方逃走，渡過長江，重新建立宋朝。歷史就將宋室南渡以後嘅宋朝稱為南宋。其實宋高宗本來可以唔使走，金人撤走之後，佢大可以翻返汴京嗰度主持大局。但係宋高宗天生心血少，俾金兵嘅威勢嚇到怕咗，而且性格又遺傳咗宋徽宗嗰種貪生怕死，一遇到事情就36計走為上着。喺佢臨走之前，就留低咗主戰派嘅李綱同埋宗澤鎮守汴京。呢個宗澤同呢個宗澤呢係兩個人嚟嘅。咁呢個宗澤呢，軍事才能都有一定嘅水準。金人呢喺呢個時候再次兵分三路南下，咁宗澤將北方嘅義軍全部都組織喺一齊，死守汴京，成功壓止咗金人嘅攻勢。
而當時汴京城嘅居民過緊正月春節，佢哋甚至仲可以擺下花燈去慶祝，可見宗澤係非常擅長守城。宗澤死守汴京，一直守到4月，嗰陣天氣開始熱起上嚟，習慣喺寒冷嘅北方生活嘅金人承受唔住暑熱，開始想退兵。宗澤見到金人開始想撤退，就喺度籌備反擊，諗住打返去黃河北岸。不過天生心血少嘅宋高宗，偏偏喺呢個時候驚恐症又發作，佢好快又聽咗主和派嘅意見，罷免李綱同埋宗澤，激到宗澤患咗躁鬱症，最後就因為咁樣激死咗。佢臨死之前仲大嗌過河過河過河，結果宗澤一死，汴京失守，北方亦都幾乎完全淪陷。然後金太宗下詔叫完顏宗弼去追斬宋高宗。完顏宗弼亦都有個別名叫做齷齪，咁我哋稱呼上面同埋考試都用齷齪呢個名就可以噶啦。當宋高宗知道齷齪要追殺佢嗰陣，心血少嘅佢又嚟一次驚恐症，就即刻向南逃走，去到長江江邊嘅揚州之後，金人就決定大舉出兵。宋高宗喺揚州收到風之後，佢嗰碟揚州炒飯未嚟得切食晒，張床都未瞓暖，又要再執行李走人。佢走嗰陣時都仲要冇通知過啲文武百官，然後就靜雞雞坐船渡過長江，一路走一路走，落到去杭州。但係杭州好似都仲未夠安全喎，佢就再走到去更東邊嘅明州，而齷齪嘅部隊又死咬住佢唔放，搞到宋高宗要坐船出海。今個呢個時候仲要下達全國通緝令，要守山檢海捉趙構。簡單啲講，就係追到你去天腳底都要捉到你。然後宋高宗一路走到去溫州，為咗躲避啲金兵，佢就唯有坐船喺溫州同埋舟山群島之間漂泊。亦都因為海上面風浪大，心血少嘅宋高宗繼續俾驚恐症折磨，真係受咗唔少嘅苦楚。不過慶幸南方嘅天氣比北方更加炎熱潮濕，金人真係抵受唔住呢種嘅天氣，冇辦法再打落去，就唯有撤兵。金人撤兵經過長江嗰陣，就遇到韓世忠嘅部隊，截斷咗佢哋嘅歸路。佢嘅夫人梁紅玉亦都喺大戰當中擂鼓吶喊助威，令宋軍得以重挫金兵。然後韓世忠就乘勝追擊，將齷齪嘅部隊逼咗有一個叫黃天蕩嘅沼澤地區。黃天蕩即係畫面地圖上高喺建康對上長江河道嗰個好似布袋圖形嘅地方。呢個地方除咗滿布沼澤之外，仲生咗好多蘆葦草叢。呢啲蘆葦生得比人仲更加高，令到金人嘅騎兵冇辦法發揮優勢，行軍更加困難。嗰陣呢，韓世忠嘅軍隊將齷齪嘅大軍圍困，仲要差啲將齷齪生擒。後嚟齷齪就揾嚟咗一個鄉村嘅村民，喺威逼利誘之下，個村民就教佢疏通條河道，直通長江。咁齷齪嘅軍隊冇鏟，佢哋就唯有用手上嘅武器去掘。咁通咗之後，佢哋就坐船出返去長江。點知一出長江，又遇到岳飛嘅軍隊截擊，咁齷齪嘅軍隊就唯有折返黃天蕩。後嚟齷齪又再威逼利誘當地嘅居民，叫佢哋幫佢出謀劃策。咁當地嘅人就教佢用火箭去燒韓世忠嘅船帆，因為古代用帆船靠風勢去加速，咁佢哋冇咗船帆嘅話，船就行得慢。加上韓世忠嘅船都係海船，船身龐大而且笨重，而且韓世忠為咗封鎖長江，佢用鐵索將啲船連埋一齊，想困死齷齪。點知就係因為咁樣，反而令佢嘅船冇辦法行得快，就俾齷齪利用咗呢個弱點，佢就帶金兵坐細船突圍而出，並且向韓世忠嘅船射火箭。宋軍受到火攻嘅影響，死傷無數。齷齪就趁呢個機會向北逃走，就係咁樣放生咗佢啦。不過齷齪經過呢場戰役之後，都怕咗宋朝嘅水軍，而且條戰線拉到落長江一帶，金國嘅補給物資開始越嚟越少，亦都冇辦法支援到長期嘅戰役，就唔敢再打到落長江一帶。長江嘅防務漸漸穩固起上嚟，而宋高宗亦都結束咗佢海上漂泊嘅生涯，翻返去陸地上邊。不過佢最終選擇定都喺杭州嘅臨安府，而唔係六朝嘅古都建康。咁係因為今次金兵南下，可以順利咁樣突破長江嘅防線。如果佢定都喺建康嘅話，只要金兵一過江，就立即到達建康城嘅門口，國家會面臨覆亡嘅危機。加上宋高宗呢個人天生心血少，唔嚇得，以佢嘅性格，
更加唔會將首都設喺一座隨時會受到敵人威脅嘅城市。定都喺臨安嘅話，咁敵人就算渡過咗長江，都仲要行一段路先至可以到達首都，比較安全。於是南宋偏安於江南嘅局面逐步穩定落嚟。順帶解釋埋偏安呢個詞語，偏安喺政治學上面叫做殘存國家，意思即係原本一個大國家、大政府，因為國家分裂，被敵國入侵或者佔領，以致失去咗大部分領土嘅控制同埋管轄能力，國家嘅政府組織同埋主權只能夠喺呢塊細區域當中運作，就為之偏安政權。南宋之所以係偏安政權，因為國家大部分嘅國土俾外族入侵，以致領土主權受到嚴重嘅損害。雖然佢同北宋都係同屬於趙宋王朝，但係佢實際控制同埋管轄嘅面積都比北宋時期大幅減少。趙宋王朝只可以喺呢塊減少咗嘅區域當中運行，所以就稱為南宋偏安。歷史上面除咗南宋之外，仲有東晉、南朝嘅宋齊梁陳，都屬於呢一類嘅政治實體。下一回，金人再次南下，名將岳飛大展神威，一度逼近北宋故都汴京。正當岳飛想收復失地之際，宋高宗同埋宰相秦檜卻係另有打算。咁究竟兩者之間出現咗啲咩矛盾呢？宋朝君臣嘅矛盾又點樣影響到宋金之間嘅和戰呢？我哋將會喺下回分解，請大家密切留意，唔好錯過啦。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請同學抄翻低落嚟，課餘嘅時候記得溫習啦。對於今次嘅內容，如果同學想有更加多交流嘅話，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